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嘿，不知道要开箱什么？没有东西可以开箱，没有买东西，不知道要开箱什么呢？刚好有语兔本有问题，那就来回应语兔本的问题啦。对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意见，都在下方留言哦。搞不好我没有题材拍的时候，就抓你的问题来拍成一集影片咯。好，这次的影片是关于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，叫做上架 Podcast 的部分。那我是用那个平台来去上架的。那这位语兔本就发现他在上架上面有一点问题啊，什么时候才有多个平台的出现啊？还有什么时候可以插入广告啦、盈利的部分啊？那我发现后来我们对谈了之后发现其实我们两个的界面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可能有重新的规范之类的，那他在新注册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开盈利的，没有办法插广告的这个选项。然后后来我又再去看了那个平台，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他在新增账户那边他写了几个字，那是英文字。那后来我翻译了之后，然后发现它上面写的仅美国的地区使用，我就非常的傻眼，因为之前是没有出现这个讯息。那我就想说，出现这个讯息，那如果它是美国体系的美国的账户，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领到那个钱？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就要换托管的 Podcast 的平台。那我就发现了这个，其实这个平台我之前就有在用了，只是我没有托管给这个平台。那我现在想说，那既然我没有办法在那边做盈利，那我就要托管到这个平台，台湾的平台。那今天的影片就来说说这个平台，然后以及一些基础的介绍。那希望能帮助到这个语兔本。那你们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知道的话，我会尽量的回应你们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你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那就来看看这个平台以及基础的介绍咯。好，今天要来回应这位语兔本的问题，那就是小明的问题。他就是在问说什么时候才会有2个平台啊？那就是我之前在这个的播客上架的部分。那后来我发现这一个因为它是美国的账户，就是你的收入就是美国的账户才可以使用，所以我就换了托管的那个系统。但如果你今天是刚开始的话，那你就直接使用这个的话，如果你是中文体系的话，使用这个会比较好一点点。那如果你要去转平台的话，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我目前卡在最后一个步骤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是哪个平台，就是你搜寻的话，应该会到这个平台来。那它是台湾最大的就是播客的一个平台。那因为都是中文的界面客服中心也都是中文的。如果你有怎样的问题的话，要去回报啦，也会比较好回报。像我之前的那一个，它是美国的，所以都是英文系的。所以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，你只能用 Google 来做翻译。像我这个就是要用 Google 来去翻译，然后因为它不支援中文嘛，用中文，然后赶快去转换成英文，然后让它试图的了解我想要的是怎样的一个问题。那目前它还没有回应我，我就是卡在这个转换的部分，就是要解除，应该这个新的平台应该来说应该是解除它对我的托管，我频道的托管，然后是需要他们客服端来去解除的。那解除这个托管了之后，我才可以就是完全就是最后一步都是托管给这个声浪的部分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广告商的话，就是有广告服务的那部分。那因为我们都是 Podcast 嘛，是播客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否这个点它。那你记得你要注册，你就马上注册就可以了。然后注册完你就可以登录了。那它现在目前有可以建立新的节目啦，然后转移跟现有的节目，跟安装就是追踪并分析。那我所使用的是转移现有的节目，也就是说我转移了托管的部分，就是这个部分。那
照着它的步骤来做是蛮简单的，就是最后一步比较困难一点，要找客服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从零开始，像这个小明是吧？小明从头开始的话，或者是刚开始做的话，那你直接用建立新的节目，直接在那边做，然后直接让它托管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有含广告追踪啦，跟一些数据的分析在这边，那你就可以建立新的节目。那他会叫你，就是注册，你就是这边注册登录，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就是建立一个账号。在建立账号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个东西，那你就按照它的步骤去做。那如果你登录完了之后，应该是会到这个画面。像我这边已经汇入我的集数了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65个下载数，一定有65个，然后我发布了65集，那它就会有一些数据的分析。那我就是最后一项就是这个没有导入我的 Podcast 的部分。那这边的话就是要那个平台来去客服帮我去使用的。那如果你是从头开始的话，就不用这么复杂了，就会简单多一点。然后你就是这边，你就可以直接新增单集，然后你就上传你的音频，然后标题跟描述就写一些嘛。然后它有一些看你是要独家集的嘛，或者是一般的单集。然后这边就是关键字，像 YouTube 一样都有关键字，你可以输入那个关键字。那你是集的还是季的，这边都有。然后这边的话一样跟它那个平台，反正平台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就是你预设。比如说我今天是要20号，然后我可以自己去调整时间，然后我就可以做排程，那你就可以排程起来。像我啊，因为我在做 YouTube 嘛，那我就是礼拜五几乎都是学习的时间。那因为我的 Podcast 也是做自我成长跟学习嘛，所以我就会把 YouTube 的影片，然后转成 MP3，然后上传到这边。所以因为我是每个礼拜去发片的话，那个量会比较多一点，包括我之前的影片量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集。那我就会把说大概1个礼拜的量或是1个月的量先把它排好，那就是等时间到了，然后我就是3535一样。Podcast 一样，就是跟频道一样，就是3535发片，只是说它的那个都是几乎就是礼拜五的学习时间，就是没有开箱的部分。那我就是尽量把它凑多一点，然后再一次把它都排好，然后你就直接就可以储存，之后它就会发布出来。就像我这样子，我目前的排程就是预约发布的，然后跟连接，它就会到你这个连接了，你就可以去使用。那也有一些节目的分析，你的节目分析，因为我昨天才刚转出过来的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啦。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把它连接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之前那个是有连接这个的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些黏腻的比例啊之类的东西。那其实我昨天就已经连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又没有办法连接。OK， 那我们这边有第三方的分析工具，但我觉得以它的分析工具来说，算已经不错了，所以就不会用到第三方的。那我们这边会比较在意的是说，我到底有哪一些平台是可以上架的。那它的平台的上架就比较少一点点了，看它会帮我自动上架的，就是 KKBOX 跟这个怎么念？反正就是这3个，它会帮我上架的。那需要上架的就是这个 Apple 的跟 Google 的，你要提交这个，然后它才会帮你上架。所以总共就是5个平台啦，那3个平台帮你自动上架。然后还有一些创作的资源、片头这一些，你可以去预约。然后有一些就是购买的折扣啦这一些，然后片头这一些，它就是等于跟他们合作的。那所以你会比较可以用比较多的就是优惠，然后去购买这些服务啦。然后还有一些音乐的，那这是免费可以使用的，然后有不同的规范，所以你要看这一些的音乐。那通常我就是很少用音乐啦，
因为避免说音乐有大小声盖过声音的部分，所以我现在很少用音乐了。然后它有一些行销的资源啊，你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啦。它会帮你，因为它是台湾的平台，它也很想要做这一块，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，然后会帮你推播啦那些的。然后播放器的图示，你也可以去下载。然后盈利的部分呢，这边我想也是很多人想做 Podcast 一定要有盈利的部分嘛。那它这边的话有平台的赞助跟你要粉丝赞助这一些都可以。那我是只有使用那个显示就是它平台的赞助这样子。那最低就是50，那你可以就是自己写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标题这一些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广告的部分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，反正他是说它会自动的投放广告，你这一集里面，然后它会自己可能有 AI 吧，然后就会自动帮你投放广告的部分。然后盈利的部分就是这一些，然后进账啦，然后我的钱包这些，当然我现在应该都是没有的。那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又是繁中的，就是中文体系的话，你再去看这些，你都比较好操作。那界面的话，操作很简单，你只要有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界面的话，然后你就是去搜寻去看看的话，你基本上你要上传一集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得到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介绍的这个。然后因为它现在啊，就是比较重视台湾的市场，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活动，有时候不定期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工作室啊的一些或者是抽奖的活动。那如果你符合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做参加。还有我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个东西这个厂商它有 APP，OK， 可是我在看 APP 的话，它好像是不能上传集数。但我要先说，它的 APP 到底是我的手机烂，还是它的 APP 烂？我用三星的 A52这一支，我下载它的 APP， 然后我要去点，不到5分钟就闪退，不到5分钟就闪退了。那我那时候就气了，我直接用网页版的。那网页版的话，就像之前一样，你就是打开 Google 的浏览器，然后把它转换成电脑版，然后就会像我们刚刚到这边的这个画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操作了。那如果你登录的话，就会是到这个画面来了。手机一样是可以操作的，也是简单。我都是用电脑，我的笔电来操作的，但是有一些粉丝他就是用手机啦、iPad 来去操作的。那这个平台的话，我试过了，用手机，然后转换成把浏览器 Google 的浏览器转换成电脑版，是可以上传的，然后非常简单，非常方便。重点是它是中文体系的啊。好，这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，我把我的托管的平台换了这一家，希望能赶快的通过，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啦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哦。那你觉得这个平台怎么样呢？还有，你觉得它的 APP 到底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呢，还是 APP 的问题呢？为什么可以闪退的这么严重？你的平台、你的手机是不是也闪退的这么严重呢？我用之前华为的手机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然后是不是它更新了之后 APP 开始有一些跟某一些手机有一些冲突的关系，所以导致我闪退的这么严重？你是闪退很严重的，还是你可以正常使用的呢？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哦。我是羽翼之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